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2月12日，星期四。我们在盘中给大家来做一个复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大盘有一个大跌。我本来预测今天就是小涨小跌，但是呢，今天一下子就是一个大跌。打开账户一看，可能你的心情比昨天的坐过山车还要难受。那么昨天非农数据之后，大盘是走了一个还不错的、漂亮的深 V 反转。所以说呢，一遇到像今天这种中阴，很多朋友觉得实在是接受不住。那么指数还 OK， 但是个股，特别是很多的中小盘股、SaaS 股、成长股血流成河，让大家的账户缩水非常的严重。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的脑子里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就说这一波的上涨修复是不是彻底失败了？大盘是不是又要掉头向下去探新低了？昨天它的这个 V 是不是一个主力的诱多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不给你灌鸡汤，我要给你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打强心针。我会用最深度的宏观逻辑和最硬核的技术分析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今天的下跌不是反转，而是 CPI 数据发布前主力为了清洗浮筹而进行的一次极其残忍的压力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像 SPY， 它现在已经把这个大阳线的一半给吞噬下了，这个在技术分析里面有着生与死的意义。那么我们来调整好呼吸，开始来进行深挖。那么进行深挖之前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在美东时间的1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去做了一波 SOXO， 那么让大家呢快去快回，然后就赚一个饭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你想在盘中收到像这样的一个通知的话，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有时候盘中的一则通知就可以帮你挽回成千上万的损失，更能够让你获得很多的盈利。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来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么只有博士班YouTube 的博士班才有每天的点位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从宏观的深度分析来说，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突然的变脸？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昨天有一个深 V 的护盘，今天就直接的砸盘。你想清楚两件事情，你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处理了。会不会是美国经济在一夜之间崩了，或者是公司的业内都雷了？其实呢都不是。那么今天的下跌罪魁祸首就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CPI 前夜的流动性的枯竭。原因呢有3点。第一，就是非农之后对利率路径有一个再次的定价。那么这份报告在昨天被解读为经济没有崩，软着陆还有戏。所以说呢，昨天就是高开低走，盘中杀一波，尾盘有人来接。但是如果说冷静下来，资金他就会想，如果就业这么稳，工资又偏热，美联储还有必要去降息吗？所以说从昨天开始，期货市场已经把2026年内的降息次数往下调，从高点的4次慢慢退回到了3次甚至是2次这个区间，典型的从加息恐惧变成了降息预期的一个减弱。对于股市来讲，这并不是立刻的一个利空，但是对于走在高位的美股，尤其是一些高估值的成长股，这个就是一个估值折现率抬高的过程。折现率每往上抬一点，软件 SaaS 这种长期现金流的品种就要被市场来砍一刀。第二就是什么呢？一般来说 CPI 前就是一个恐惧日，很多的朋友呢在 CPI 的这个恐惧日之前都会有一个进行砍仓。那么目前 CPI 的一个共识大概同比在 2.5% 到 2.6%， 其实是略低于上个月 2.7% 的，但是核心 CPI 的月环比是 0.3%， 这个 0.3是市场非常敏感的一条线。如果说高于 0.3%， 马上就是服务业通胀顽固；低于 0.3%， 市场才敢去讲通胀真正回到了美联储 2% 的目标轨道上。所以说在 CPI 的前一天，再结合我们看到昨天偏强的非农，这个机构它绝对不愿意在高位去赌一个超预期偏热的 CPI。 所以说今天的做法很简单，把估值和仓位往下调一档，等到明天的数据出来再决定要不要买回来。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数据没有出，先把股价打下来的一个猫腻所在。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给大家讲的风险预算的管理。第三，风格还在有一个切换。
那么软件和 SaaS 这条线已经进入到了估值重估和集体被错空的一个阶段。那么根据 SPY Global 它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年底以来，北美软件和服务板块的股价已经整体回撤了20%到40%，远远弱于大盘和整体的科技指数。更重要的是，软件板块的空头占市值的比已经从去年年底的0.8%左右，一路上升到今年1月中旬的1.2%以上。说明什么呢？空头仓位在持续的加码。那么现在软件的跌，它并不是说业绩突然崩了，而是估值本来就贵，叙事又被 AI 颠覆，结果多空双方用估值压缩和做空加仓的方式，把整个板块都使劲的往下按。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这条线和今天的宏观一起看，就很清楚。非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偏强， CPI 可能不算太凉，利率路径可能要更偏向高位多停一会儿。所以说对于高估值板块的这些 SaaS 或者是软件板块，那么就会被市场给先动刀。那么机构这边再做一个防御性的调仓，就是 lock in profit， 把昨天深 V 抄底的赚的钱落袋为安，同时呢买入大量的 put 看跌期权来做对冲，买盘消失，卖盘涌出，这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现象。那么我就来告诉大家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给大家直接一点，今天的下跌首先要告诉你，它不是趋势性的，而是事件性的驱动，因为他们是为了规避明天 CPI 不确定性的一次战术的撤退，并不是战略的看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SPY 的这个日线图，我们再从技术分析的手段来跟大家来解释我们是应该如何来理解的。在上周五我们可以看到一根暴力拉升的大阳线，那个是确立底部的定海神针，但是我都告诉大家了，你遇到这种大阳线你就不要去追，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减仓，我们要等它回踩到哪个地步的时候可以去进行入场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把这个阳线实体的下半部分都已经跌到了，那么我就告诉大家，只要是明天能够站回在阳线实体一半以上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把这根阴线的一半给收回去的话，那么这个半分位的防守就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呢绝对不是巧合，我认为它会是主力多头主力刻意策划出来的一个图形。那么只要是明天能够收回去，整个上涨的趋势就没有被破坏。所以说呢，现在的一个形态虽然这里是一根大阴线，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标准的上升中继，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它涨两波回踩确认，然后呢再继续的上涨，并且呢今天它的这个量放的不是的特别的大，没有出现恐慌性的一个抛售，说明恐慌的都是散户，主力没有大举的出货，主力只是撤掉了下面的买单，任由散户互相的进行践踏。这根中阴线的确比较的难看，但是它恰好打到了多头的痛点和买点重合的位置，如果在这里反转，那么主力今天会以一根直接的大阴线来击穿上周五的低点，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但是呢，主力他今天没有这么去做，他们留了一手，这一手就是为了明天 CPI 之后的大反攻留一个后路。那么我跟大家就把这个话先讲到这里，那么如何判断，你自己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风险？有风险，风险主要在两个点。第一就是 CPI一旦超预期偏热，尤其是核心环比高于0.3%，那么市场它会演绎利率更高更久的剧情，指数还会有一次再杀一脚的空间。第二，软件和 SaaS 板块如果继续被空头猛攻，短期内你注意是短期内，它会拖累科技整体的情绪，对 QQQ 的压制会比对 SPY 强。但是只要 CPI 不失控， SPY 没有实质性的去跌破哪里呢？大概在678这一带，而且呢 QQQ 这边只要是稳住在大概是在600上下，我仍然会把这段行情定义为高位震荡中的深度回踩，并不是牛市的一个终结。那么从交易的角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明天以及长周末之后回来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操作。对于大盘，我来说一下，不要在这根中阴线之后情绪化砍在关键的位置上。你今天要盯的并不是说今天跌了多少，而是明后天的一个表现。我们看 SPY 它能不能站回去，站回到哪里呢？站回大概在683的一个上方。 QQQ
在600到605这里有没有人去接？如果你看到的跌下去是缩量，拉回来是放量，那个就是典型的倒车接人。如果跌下去是放量，拉不回来，那个才是真反转在酝酿。所以说明天的盘中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更新，但是我的第一更新的时间我一定是在会员群更新。所以说呢，花小钱办大事，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们的精准点位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第二，对于个股的话呢，你还是要区分谁是在高估值讲故事的 SaaS 股，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软件股能不能进行抄底，谁有真正的订单，谁有真正的盈利，那么你就去入谁。我认为你现在去做半导体还是比较的 OK 的，因为 SaaS 现在在宏观的环境下不适合硬扛重仓，你任何的反弹当做减仓或者是换股的机会。当然，如果你说做中长线的话，现在很多的个股已经跌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价值区间。那么，如果你还是想去做博反弹的话呢，你去做半导体会比较的 OK。那么，在这个仓位上，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个整体的仓位放得非常的重，而且呢，更不建议你去暴力的加杠杆。更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你把仓位控制在你能够忍受一次5%到7%，注意是指数波动的一个区间内，用部分的现金分批的在关键的支撑位区域来进行下单，不是说你买了就马上去涨，但是呢，你一定要是分批的去做。分批做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你有限的现金的情况下，你可以把你的均价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极致。那么今天个股稀里哗啦，这个是叫做什么呢？杀估值保权重。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小盘股、SaaS 软件股都是非常的，就是吐血比较的多，很多机构的资金是躲进到了巨头或者是防御性的板块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恰恰就是一个机会的信号。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巴菲特也说过，要在血流成河的时候进行买入。当个股出现无差别下跌，好公司和坏公司一起跌的时候，就是这种泥沙俱下的时候。那些业绩过硬，半导体或者是那些现金流充沛的科技巨头，它被错杀了下来，那么你就可以去进行入手。今天跟随着大盘回调，由于宏观情绪导致的下跌，那么一旦明天 CPI 落地，只要数据不是灾难性的，我认为很多的个股它都是有反弹的机会的。那么今天的一个现象，我们暂且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洗盘，主力在这一轮上涨前，他还要把一些车上不坚定的散户给洗下去。怎么洗呢？就是要让你的账户缩水，让你感到绝望，让你觉得这次真的就完了。当你忍不住割肉的时候，主力的目的它就达到了。那么现在指数还在有一个下跌，如果你今天已经满仓了，关上软件去睡一觉，今天的下跌就是为了让你的筹码给下出来。如果你还有现金的话，明天 CPI 如果还有一波恐慌下杀，那个时候绝对是一个黄金坑，是一个绝佳的买点。那么你就盯着上周五 SPY 这边的一个起涨点，盯着这个起涨点，敢跌要敢买。最后呢，我送大家一句金话：牛市里的每一次回踩都是为了跳得更高，只有熊市里的反弹才是为了跌得更深。所以说呢，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好好的就是消化一下今天的视频，你就知道应该如何进行操作。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盘中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帮我订阅、点赞，然后呢，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任何一期的视频。如果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盘中的视频对于你来讲的话呢，你是真的非常有帮助，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不要错过我们的每一期视频，好吧？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明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